第151章炼化火种。本源火种。听着药老的话，萧炎微微一愣，旋即哭笑不得的道：“我怎么觉得你是在说饲养家畜啊？等他们养肥了，然后再拖出去杀了。”呵呵，本来就是这个道理。笑了笑，药老点头道。萧炎垂下眼睑，目光直直地盯着手指之上翻腾的细小紫色火焰，这是他现在唯一能够净化功法的希望。异火对于他来说实在是有些太过遥远，而这从紫金园中得到的紫火却是刚好极为适合他现在的状况以及实力。怎么炼化？轻吐了一口气，萧炎抬头道：“放心吧，这铝紫火本就是无主之物，所以不会对你产生多大的抗拒性，想要将之炼化成本源火种也并不会有太大的危险。”药老笑道，旋即伸出手指轻轻地点在萧炎人头之上，道：“照我所说的去做吧。”感受到脑海中涌进来的大堆信息，萧炎细细品味了一下，然后微微点头，缓缓地闭上双眸，双腿也是盘起了修炼的姿势，双手结出修炼的印结，眼观鼻，鼻观心，心神逐渐地沉入身体之内。心神在体内顺着经脉转了一圈，最后来到小腹处的气旋之外。此时的斗气气旋体积较之以前却是要诡异的小上许多，不过虽然体积变小了，可只要细心观察便能察觉，现在气旋之中所蕴含的斗气却更浑厚与凝聚。心神绕着气旋转了一圈，在并未发现有任何问题之后，萧炎这才按照药老所说开始了行动。心神攀绕着气旋，然后缓缓地钻进其中。与此同时，萧炎的灵魂感知力不断地呼应着先前那被他控制的紫色火焰。随着萧炎心神仔细地在气旋中扫描而过，半晌之后，一缕紫色细小能量终于是隐隐地现出了身。紫色能量刚刚出现，萧炎便是飞快地控制着心神，闪电般地将之包裹，在气旋之中开辟一个容纳紫火的小空间。脑海中回忆着药老先前的所说，萧炎灵魂感知力迅速将整个气旋完全包裹，略微沉寂之后，感知力猛地将气旋推动着高速旋转了起来。随着气旋的高速旋转，流淌在经脉之中的斗气也是开始了迅猛的奔腾。不过此时萧炎并没有闲情去注意他们，他的心神已经完全的放在了那因为高速旋转而出现在中心位置的一点点空洞地带。望着此举果然有效，萧炎包裹着气旋的灵魂力逐渐的加大，而随着灵魂感知力的加大，那气旋的旋转速度也是越来越快，到的最后，淡黄色的气旋几乎已经看不到旋转轨迹，呜呜的无形风笑声在气旋之外不断的回荡着。心神死死地观察着在那气旋中心位置越来越宽敞的空洞地带，待得其面积足有一个拳头大小时，萧炎这才松了口气，缓缓地将灵魂感知力撤离气旋。当灵魂感知力完全从气旋中退出之后，气旋的旋转速度也是逐渐的减弱了下来，而那气旋中央位置的空洞地带却是因为在萧炎心神的控制下与外界衔接成了一个诡异的平衡，乃至其竟然没有随着气旋速度的减弱而消失。望着那并没有消散的空洞地带，萧炎心中也是长长的松了一口气，心神缓缓地包裹着那一缕紫色能量，穿过周围的斗气封锁，最后钻进了那小小的空洞地带之中。紫色能量刚刚进入空洞之中，萧炎便是赶紧到整个气旋猛地一颤，害得他赶紧再次催动灵魂感知力将气旋稳固下来。随着感知力的努力维持，气旋终于是缓缓地平稳了下来，而且在气旋与中央空洞连接的位置，萧炎能够发现一缕缕火属性斗气正在源源不断地从气旋中跑出，然后灌注进空洞之中的紫色能量内。心神紧张地注视着那缕紫色能量，当越来越多的火属性斗气灌注于其内后，紫色能量忽然发生了轻微的低鸣，片刻之后，在萧炎的心神观察之下开始了蜕变。只见紫色能量颜色越来越深，而当其颜色在深沉到某一地步时，紫色能量猛地一阵颤抖，然后淡淡的火焰竟然从紫色能量内部升腾而出，转瞬之间，紫色能量便是被转化成了一缕细微的紫色火焰。漆黑的空洞之中，紫色火焰独自摇曳，淡淡的温暖感觉从中散发而出，最后透进其外面的斗气气旋之内。当那股淡淡的热度
倾尽斗气气旋之后，萧炎能够发现那气旋的旋转速度竟然是自动的加快了许多。对于这现象，萧炎先是一愣，旋即心中涌上一股狂喜。气旋能够自动的加快速度，那也就是说，以后就算萧炎不去特意控制它，天地间的斗气也将会源源不断的灌注入体内，让得他几乎分分秒秒都在接受着斗气的洗礼。这般好处对于他的修炼来说，无疑是极为的巨大。当紫色火焰出现在空洞之后，似乎是犹如激活了一台循环的大机器一般，开始缓缓地运转着。紫色火焰需要吸收气旋之中的火属性斗气来使得自己成长，而它所散发出来的温度却是提升了气旋对斗气的吸收速度。这般精心合作，各取其力，为紫火与气旋都带来了不菲的好处。心神再次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气旋，待得的确再没有任何问题之后，萧炎这才将之缓缓撤出。山洞之内，萧炎缓缓地睁开了眼眸，漆黑的瞳孔中紫华突兀的闪掠，瞬息之后逐渐的消逝，那双眼瞳再次回归了深邃的漆黑。怎么样，成功了吧？瞧着萧炎睁开眼来，一旁早已等待在此处的药老笑着询问道：已经炼化成本源火种了。萧炎微微点了点头，伸出手掌，手指之间轻轻一搓，随着一道清脆的声响，一缕细小的紫色火焰从萧炎指尖之上腾烧而出。目光泛着好奇，萧炎把玩着这缕属于自己的紫火，片刻后，手指轻轻对着一旁的山壁之上点去，顿时山壁上便被灼烧出一片焦黑。这东西比起老师的古灵冷火似乎弱了很多啊。望着紫火造出的痕迹，萧炎苦笑道：废话，我的古灵冷火是正宗的异火，而且可还在异火榜上排行第11。若是你这破玩意就能随随便便比上它，那我当年还费着差点被烧成灰烬的危险，到处去寻找它干嘛？闻言，药老顿时翻起了白眼，笑骂道。萧炎无奈地摇了摇头，这话可还真的是有些挺打击人，自己辛苦万分才侥幸得到的东西，到了他口中竟然直接成了一个破玩意。好了，别郁闷了，你这紫火现在这才是出生阶段，能有多大的威力？等你将它培养起来之后，一定不会弱到那里去。你没看见当日紫金翼狮王驱使紫火攻击的威势吗？就连那叫云芝的斗皇级别女人也不敢轻易抵挡，由此足可见她的不一般了。望着萧炎郁闷的脸色，药老笑着宽慰道。叹息着点了点头，萧炎苦笑道：想要将这丁点子火培养成紫金翼狮王的那种强度，我看没有个10几年恐怕是不可能办到的吧。按照常理来说，的确是这样。药老微微点头，瞧得萧炎瞬间萎靡的神色，不由得无奈的道：可你不是有半生紫金元吗？那东西可是催化紫火的最佳之选啊，只要你能抵抗住它所带来的一些疼痛，紫火便将会以极快的速度增长。半生紫金元。闻言，萧炎愣了一愣，旋即满脸狂喜，赶紧手忙脚乱地从那戒中掏出一个小玉瓶，拔开瓶塞，一股温凉的异香便是飘散而出。深嗅了一口这充斥着浓郁火属性的香味，萧炎忽然发现手指上的那缕紫火竟然也是在香味之中变得升腾了许多。好浓郁的火属性啊！感受到紫火的动静，萧炎不由得惊叹道：日后修炼之时，最好选择炎日之下吧。另外，半生紫金元不要服下太多，当然，你如果想像上次那般痛苦的话，可以当我没说。药老戏谑道。回想起上次那种焚身的痛苦，萧炎便是打了一个冷战，那滋味他可不想再尝试第二次。以你现在的实力，修炼的时候只需用手指沾上一点，然后添进体内便可，太多的话恐怕又得再来一次自焚。药老郑重地提醒道。赶忙点了点头，萧炎可不敢再拿这种事来开玩笑，那种痛苦吃过一次就够了。用半生紫金元来使得紫火快速成长，那个需要多久时间才能吞噬它？萧炎紧握着手中的玉瓶，抬头苦笑道：几年？如果我有那时间，我还不如去寻找异火算了。有了紫金元，倒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再者，
你又不是一定要达到紫金翼狮王体内紫火的那种程度。以你的实力，如果真将紫火培养到了那地步，恐怕立刻就会被紫火给烧成灰烬。没有足够的实力，玩火就是自焚的下场。药老摇了摇头，沉吟道：或许1个月后，你应该便能使用焚诀，尝试着吞噬紫火。1个月吗？舔了舔嘴唇，萧炎轻声喃喃了一句，旋即重重地点了点头。好，1个月之后吞噬紫火，净化功法。